说什么真？周姑娘，想要应对青龙主，只有我北刀招式可以牵制住他。别看我现在如同一个废人，但以我曾经的功力，足以与青龙主一决胜负。我要用这搜魂针逼出我以前的功力，但这搜魂针一旦下针，我需要闭目养神一时半刻的功夫才能起效，还要劳驾周姑娘帮我牵制住青龙主，待到我回光返照的那一刻。好。先前你看不上我北刀，那我可否以断水沉思，向你领教一二？怎么领教？说我不能武斗，周姑娘可知何为文斗？武斗是交手，文斗是过招。文斗中人呢，或者只是互相解说招式，或者是在互相不触碰的情况下比划个一二，谁也不伤谁，非常和平。周姑娘，请。周姑娘，请你用南刀招式出3招，我以北刀来应对。请。怎么突然之间，阿斐的状态就变了？因为在阿斐的眼里，他刚才已经被断水禅丝一刀两断了一次。外面的遮挡只能骗得了他们一时，最后恐怕还是需要周姑娘出手相助。此地空间狭窄，他们人数再多，也难以一拥而上，这是我们的优势。这青龙主最擅长以强欺弱，他一看你是个小姑娘，必然会亲自动手，他的内力远在你之上。你所能倚仗的就是绝代刀术，接下来我就让你看一看这绝世的杀术。在这1宿时间内，若你能在此刀下走上20招，青龙主一时半刻奈何你不得。再来。阿斐，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周姑娘，刚才
你完全接下了我5招。刚刚在刀与刀接触的一瞬间，我好像摸到了山式的精髓，以极薄撬动极坚，以极幽微撬动极厚重。虽然山式破血刀的第一式我早都已经学会了，但是直到刚刚被前辈激发出来，我才算是真真正正的领悟到了。可以啊，这短短的时间里就悟到了上乘武学，不愧是女中豪杰，人中龙凤，得天独厚，天资卓越。还有，我刚刚还在想，9式破血刀平时都是排着队的，但我是不是可以将这2招合并在一起用？据我所知啊，单刀的时候你向左砍就没有办法向右劈，因此2招并作1招肯定是不行的，除非是融会贯通的大家才能改良招式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但是我忽然发现，每次我辅以不同刀式的时候，我体内的枯荣真气仿佛都是在提点我刀中之意。李老寨主的刀意落在无锋，李大当家的刀意落在无匹。姑娘，那你的刀意呢？刀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北刀似水，刀断不了水，那我又何苦每次使出蛮力来对抗北刀？被北刀以柔克刚，反而消解了我破血刀的劲道。我要落在无常。不愧为南道的传人，周姑娘，你在武学上的悟性极高。我看青龙主应该很快会到，不如趁热打铁。好。记住，北刀断水缠丝，刀法缠绵为绝，但自有分寸方圆。等你们1宿了。有些胆色，我看你的刀法像狐香一路，实在笨重的很，不适合貌美如花的小娘子。我方才又琢磨了一下，还是觉得杀你很可惜。这样吧，你要愿意跟着我，你以前做过的一切，在我这儿都能一笔勾销。哦，是吗？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，进来出去都有人周到的伺候着，你喜欢什么就有什么，金玉珊瑚随便带，总比你现在这寒酸的样子强吧？那我杀了你的人，破了你的破罗大阵，这也能一笔勾销吗？跟你这漂亮的小脸蛋儿比，
都能一笔勾销。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呸！我就喜欢脾气暴的。你们这帮人真够可以的，居然派一个小丫头去对付青龙柱。你们是不知道这青龙柱有多卑鄙，太自不量力。断水禅死。都这个时候了，那个自身难保的老家伙竟然还教了你2招。不过可惜啊，在我这儿现学现卖可不行。对付你这样的废物足够了。臭丫头，方才竟然虚晃了2招。我还记得第一次与你交手的时候，你不过是个虚张声势、虚晃2招就会逃跑的生手。这没过几个时辰，真让我刮目相看呀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又改变主意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凭谁见了都要毁掉，绝不能再让你练上10年8年的功夫。你叨叨到现在，就这么一句听着最顺了。杀了你，还用不着我10年8年。猖狂！杀气便要腾腾，一直到此时，我才发现真正的杀气，那是极幽微、极平淡，不显山不露水，却无处不在。这才是真正的杀人之道啊！留给几当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搜魂阵起效之后，不会坚持太久。我此番打动干哥，就是为了你这个小畜生，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！阿呸！这墓月杀真的不适合你。臭丫头！周姑娘！
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，等到青龙主与官兵都走了，我们再出去，这样也好脱身。脱身？你们得罪了青龙主，想脱身？别做梦了！你要是得罪了青龙主，他追到天涯海角都得杀了你。现在你见这么个粗制滥造的地道就想躲过他，太可笑了。他不是你主人吗？他不救你吗？哼，倘若他要追上来的话，杀的第一个人就是我。我听说别人都是收徒弟，这青龙主收了18个一子一女，方才才有人称你为少主。不敢当，自甘下贱而已。你们没有听说过有人管自己的狗叫做儿子吗？每次我们见他的时候，都要匍匐在地上跟他说话。他还给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做了一个标记。那你这只呢？有吗？这么大个标记，你刚刚没看见呢？还真是作践自己啊！不敢当啊。不过我这个人呢，最聪明，最顺从，也最会巴结他，所以他时常带我在他身边。九龙叟那个老家伙太不上道了，连主人的脚趾头他都舔不着，所以他就只能捏起鼻子跟着我拍我马屁，所以我就带他出来解决这个废人。按说呢，他老人家也费不了多大的功夫，不过没想到北刀就是北刀啊，身边人才济济，哼，厉害。让这九龙叟折在了里面。平时如果我狗仗人势犯点什么事的话，挨一顿鞭子也就算了。可是现在，一顿鞭子那是解决不了了。哦，回去要挨打了。当年南北双刀并称双绝，南刀李征在湖湘，北刀关峰在关外。李老寨主交友极广，后来扛起了48寨的大旗之后，更是举世闻名。相比而言，关峰关老前辈就没有那么爱问事了。他比李老寨主还要年长10来岁，早年间还有一些传闻，但是自从那次武将叛乱后，他便没有入过关，逐渐就成了个传说。我倒是听我娘提过一点双刀的事。南刀极凛冽，有北风卷雪之势，而北刀似水，人称断水蚕丝。原来北刀这么厉害。他不仅刀法厉害，卑鄙无耻起来更厉害。我年少时道法出城，拜别恩师，执意要入关。师父也曾劝过我，但是我却认为是师父胆子小。老了，我不听。师父见劝不住我，临别之时，他耳提面命，令我凡事三思而后行。他说：“徒儿啊，你手中之刀，就譬如农人手中的锄头，账房手里的算盘。锄头与算盘都是做事用的，不是做人用的，千万不可本末倒置。”刀怎么能跟锄头算盘一样呢？那个时候我也不明白，自然便不听。我心想，刀乃利器，这刀法中若有魂灵，那么断水蚕丝就是我一手一脚一魂一魄，怎可被比作锄头算盘之类的蠢物？
凭我手里这把刀，我纵横天下，很快便闯出了一些虚名。我好不得已，我有心想，就在此开宗立派，让北刀重现人间。半年之内，我连下7封战帖，打败1干高手，直到……那北刀纪云尘刚入关，就连挑7名高手，至今尚无败绩，属实厉害啊！那是因为他没有碰到殷大侠，你知道吗？他师父关峰当年之所以龟缩关外，几十年不踏入中原半步，正是因为败给了山川剑殷文兰。可见断水禅师不过2流，竟也好意思同破雪刀并称南北双刀。哼，江湖传言，我看也是。燕大侠今后打算去向何处啊？还没有做打算。客官请慢用。来，请。少侠，请回吧。殷文兰，你不敢应战是吧？好，我就在你府门前等你3天。你若依然闭门不出，我就公告天下，你山川剑不及我北刀。殷文兰。我娘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，就敢闯入地煞山庄，和段九娘以2人之力抵抗3大地煞高手。而段九娘20出头的时候，已经靠一双骷髅手横行江湖。就连纪大侠，也是初出茅庐便一刀经世，心里开始惦记着要开宗立派。可我呢？想什么呢？我在想。我手里这刀，确实和锄头算盘没什么区别。纪大侠，那后来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在这儿干啥？哪儿来的野小子？走开！我可不是野小子，我可是山川剑殷文兰的儿子呢。你是殷文兰的儿子？那正好，进去，本爹姑叫出来。不去。为什么？我是偷跑出来的，他们叫我读书，我不想读书。那你想干什么？玩。那好，叔叔就带你去玩，等你玩够了，叔叔再把你带回来，好不好？嗯。悄悄的，谁也不能让知道。走。话说，这关峰一柄长刀直取殷大侠，2人大战了300回合。列位，这300回合那是什么概念啊？那是打得天昏地暗，地动山摇，日月无光啊！嘿嘿，那是只见刀光，不见人影啊！毕竟是我殷大侠，那是武功盖世，那是举世无双啊！一把山川剑，打得北刀丢盔弃甲，满地找牙呀！嘿，叔叔，北刀是谁啊？竟然被我爹打得满地找牙，我真想见见我父亲的手下败将。列位，关峰这厮，哪怕是一听到我这殷大侠的威名，干嘛？那是下来。干嘛呀？我还要听书呢。躲在被窝里。若不是听那些叔叔卖唱的伶人编的段子，我也不会一时冲动。一时冲动，所以你就扣下了他的孩子，逼着他前来应战。
孩子就是你吧？老爷，出事了。去把家给我拿来。是。我爹，就算是带伤应战，也能打得你屁滚尿流。没错，我不是尹前辈的对手。姬少侠，因为逼我应战，竟不惜出此下策，绑架我儿。入师之仇，不得不报。今日，我就要为北刀正名。我才知道，在我无端挑衅之前，殷前辈刚刚打发过地煞，他身上本就带着伤，又在我的逼迫之下，无奈带伤前来。当时对战的时候，他本可以杀我。今日是输是赢，我北刀都认。大不了10年之后，一切从头来过。但是，你硬生生将剑震断，你分明是在羞辱于我。姬少侠，往后这几十年，有的是你们刀山火海要找。我只是不希望你们这些后生无端折在我的手上而已。老爷，老爷，家里出事了，咱们家里被人抄了。什么？你把我爹引了出来，坏人趁虚而入，引得我们满门被灭，全家110号人，没有一个人活下来。怎么只有你还活着呀？你怎么还不去死啊？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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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。所以你送小英佩回去的时候，殷家已经被灭门了。这么小，就要看到自己的家人们死在面前，这心灵得受多大的伤啊！姬前辈，言语好似飞沫，
有忠言如良药的，也有见血封喉、勾魂乱魄。出的人口入了你耳，一旦你往心里去了，便是在无形中被人摆布了。人心险恶，譬如九幽深谷，别人心机千重，算你一片赤诚。你当时年纪又轻，一时冲动上了当，本不必太自责。你懂什么？你懂满门被灭是什么样的滋味吗？林手下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你讨债讨错了人，别人纵然觉得你可怜，不怪罪你什么，你就真当自己赢了吗？那真正的始作俑者，岂不是要笑你傻？谢公子，不必为我开脱，是我犯了错，我欠的债没什么好提来的。养我的人，就是间接害死我全家的人。你是无意之中得知殷家覆灭和纪云尘有关，因此愤而出走，又碰巧遇上了青龙主，把你捡了回去。诸位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送你们出去吧。将军，如何？可有行踪？君上这一跑，简直就像是鱼入了海。君上此次带着周姑娘和吴小姐，肯定要比一个人的时候目标大一些。要不要属下再去寻找一番？罢了，君上要去哪里，我们岂能拦得住？你们先回营，把这件事禀报给甘棠公。是。撤。丁主任，那文将军似乎已经出了城，往南去了。很好。那是衡山方向。走。出来了，多谢纪大侠带路。不必客气。谢公子准备去往何处？哎，我不过是一个闲人，何处不可去。不过二位闹了这么大一场，要去哪里呢？你们要是有意，都可以跟我回48寨。你这是在邀请我吗？是啊，你去不去？倒是那小白脸有点问题，带着麻烦，弄死也不成。难不成就地放生吗？我呸！哎，你仗着你是南刀的后人，你就这么大言不惭啊？要是没你外祖父，你连狗屁都不是。你们南刀北刀加起来，是我山川剑的对手吗？哎，少说两句。来啊，让我看看你嘴里的山川剑。行啊，来啊，来啊！阿飞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放心吧，他呀，怕是连山川剑的一招半式也使不出来。我呢，虽然不如我娘和外祖父，但至少我不会卖祖求荣，给别人当狗。臭丫头，你要是再这么猖狂，信不信我撕烂了你？青龙主来了。
你不说那文将军靠谱吗？怎么那帮敲锣打鼓的这么快就追来了？嗨，他打一半发现人没了，肯定就没心思跟这些邪门歪道打了，自然就匆匆离去了。你踩我干什么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看那样子就来气。当务之急，赶紧跟我走吧。地处偏僻，我相信应该已经甩了他们了。项圈都没摘的狗，别人是抱不走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每日服食一种丹药，身上有味儿，人是闻不到的，只有他手里那只寻香鼠才能闻得出来。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，他都能找得到。你有话不早说，非得这时候才说。既然你不及时说，那你就闭嘴吧。把我们家的狗还给我，本座赏你们一个全尸。是吗？本王活了这么久，还是头一回听说有人要赏我一个全尸。本王刚开始还有点不信，不过看青龙主这不打自招的阵仗，看来那件事儿是真的。把山川剑交出来，本王保你一命。你说你一个青龙主座下的狗，死也变死了，丢也变丢了。青龙主为何追了你这么久？这是青龙主的作风吗？哼，少侠，你自己前后编了那些瞎话，哪一句对得上？劳烦以后编瞎话多费点心思，动动脑子。哦，原来闹了半天，他追杀你是因为你偷了青龙主的东西，还糊弄九龙总那个大傻子为你保驾护航。要不是猜出这把山川剑可能在你身上，你真的以为本王会捞你一命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？我说文将军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此地？敢问阁下是哪一位贵人啊？出来一个能帮我的人。我家君上乃是皇室血脉，不错，我的身份高贵，所以文玉要一直保护着我。但是我又不喜欢别人跟着，所以他们为了我的安危，就给了我把少剑。只要少剑一放，不管我在哪儿，他们都会来保护我。
青龙主，这东西是不是你的，你心知肚明。世上只有苦主讨自己东西的道理，其他人都名不正言不顺。如今那个苦主的骨头渣子都烂没了，你我抢着山川剑，都只能算是贼。像青龙主这样的前辈，想必是做不出这种贼喊捉贼的龌龊事儿吧？哼。走吧，多亏有谢公子在。就他那德一样。这般可行？那也只能试试了。刚才看到他的腿了吗？他是不是受伤了？应该是跟文玉将军对战的时候伤了腿。若非如此，我哪敢赌这一把？不过文玉本人未必斗得过这臭名昭著的大魔头，但架不住他手下兵多，而且个个令行禁止，先前总该让他吃了瘪。倘若不是青龙主有伤在身，哪怕我今天唱了空城计，也无可奈何。若真是有后援，想必也未必能唬得住人家。如今这山间乍看平静一片，我越是有恃无恐，青龙主就越是好好掂量掂量。主人，真的不追吗？文将军口中的那个贵人，想必就是眼前的这位少爷了吧？刚才我们已经吃了文玉一次大亏，险些折在那三春客舍外。难道你就没看出来，文玉为什么突然就走了吗？如果他真的是皇室，这件事恐怕就麻烦了。确实，主人说的是，我们也不好与朝廷为敌。这秋龙主会跟来吗？你猜？现在这么严肃，你还能开玩笑？我的谎话应该撑不了太久，我们还是先找地方躲起来吧。走。寻香鼠生性敏感，如果遇到人多的地方，一定会东躲西藏。你们再看，刚才寻香鼠顺着山路放心大胆往上跑的样子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这个地方根本没有人。不好，露馅了，快跑！走。差点忘了那该死的老鼠。你们先走，我等候。走。给我追！阿斐呢？朱姑娘留下来断后了。他断什么后啊？这分明是断我的后嘛！徐大侠，这样，你先带吴小姐走，我去找阿斐。好，稍后跟你们会合。若是半个时辰后还没有见到我们的话，我带他们俩先进入衡山密道，然后我再送吴小姐去48寨。
好，多谢。我的丹田气海已经被那几刀抽空了，这会儿随便有人扑过来给我一下，我大概连刀都举不起来。罢了，只能学幸运那厮唬唬人了。四象山是吧？我看你这水平，还不如穆小乔呢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猜？我猜你这个臭丫头是想找死！哼！瞧好了，这招可是有横断天河之威，让你开开眼。给我追！你单挑青龙主，你怎么不上天呢你？你不是把我拽上来了吗？要不是老人家那一掌，就你这点力气，顶多拽来试。哈，我还得谢谢他是不是？我觉得我武艺精进了不少。笑什么笑啊？这货全身透着古怪，我却依然能无端的信任他，是不是占了脸的便宜？你是要造反吗？造反前，先逃命要紧。你找什么呢？密道应该就在这附近了，非常隐蔽，挺难找的。阿飞，阿飞，这边这边。好汉真牛啊！哎，刀呢？啊？要你管？手无寸铁还敢跟青龙主继续纠缠，你可……哎，虽然不是刀，但是我也没别的了，凑合用吧。你哪来这玩意儿？拿来壮胆吗？我刚才捡的。不是我说你自己私下里挤兑自己人，怎么这么机灵啊？哎，这位英雄，咱能不能别以后一到关键时刻就想着动手解决一切啊？阿飞，你们别争了。你以后可不可以别这么莽撞啦？啊，我们都很担心你的。他不好好的吗？我不是也好好的吗？啊，是你人是好好的，但就是啊，每次都要赔上一把刀。哎，等我回去啊，
准给你做一个特制的杯架，7、8个插口，插满排一圈。等你出了门呢，插上个7、8把大砍刀，准跟开瓶似的，又好看又方便，省得你不够用。你回哪儿去啊？回，跟你回48寨呗。走了呀，阿伟，快点走啦。确实是有打斗的痕迹。我看青龙主啊，多半伤得不轻，我们可以先在里面避一避，他也不会逗留太久。这里就是奇门禁地啊！去找些清水来。做什么用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机关的，无论内外，得把那小水碗灌满了水才成。这么厉害？来，跟我来。周姑娘，齐大侠，胡姑娘，还有萧，那个都是蒙他们的，叫我小谢就好。哦，那请问谢公子，刚才你与青龙主所说的山川剑是怎么回事？这八成是他瞎编的。抱歉，那个确实是我瞎编的。哦，不过我也听到过一些传闻，但是不知道真假。什么事？当年据说南刀被地煞追杀时，一路且战且退，几度怀疑自己跑不了的时候，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就是把自己的兵刃毁了。真有这事儿吗？我怎么没听我爹说过呢？这件事情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哎，你们想，倘若是一个人在被追杀的时候，不想着怎么脱身，反而是会毁掉自己的兵刃吗？那自然不会。后来将会有一些好事者编了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说，说是有一种邪功，只要能拿到传说中武林名门的随身兵刃，便能获得他生前的成名绝技。这一看就是胡说八道，煞有介事的胡扯。可这纪大侠是个老实人，他应该相信了。纪大侠，你不必看我，我也就只是听说，但是我研究这些啊，特意去学了打铁铸剑。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分明是无稽之谈。谢公子，你是要告诉我，当年青龙主算计殷前辈，就是因为听信了这种鬼话？这个，你恐怕就要去问殷公子了。
殷少侠，你现在可以说一说青龙主为什么一定要抓你回去了吧？你多年前得知殷家庄覆灭的真相之后，一怒之下与你的养父反目，这个我倒信。但是我不信你在青龙主座下忍辱负重这么多年，竟然会大老远跑过来杀一个已经废了武功的人。所以他表面上气势汹汹地带着九龙叟来找麻烦，实际上是想借刀杀九龙叟。他先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要杀人，然后在你一根筷子打掉他的4名鞭之后，没有说躲开，反而是进了三春客舍，直接就来找你麻烦。那是他故意找茬。不错。挑了事情之后，他又顺理成章的被你抓住，还嫌麻烦不够大，不断激化矛盾，叫你杀了九龙叟。怪不得这一路不要脸的跟着我，被抓了还不跑。后来青龙主赶来，跟文玉冲突上，他才趁乱跑了出来，还打算劫持吴姑娘。这样一来，他就能借上文玉之势了。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是也机缘巧合的跟我们跑了出来。朱姑娘，你既然这么聪明，那你干嘛要问我？跟殷公子算无一策比起来，在下可就是个蠢人了。他已经不能拿刀了，你就没有想过，一整个客舍的人都杀不了九龙叟，那你怎么办？你这个野丫头，从哪儿来的这么好的运气啊？家世深厚，刀锋锐利，又被惯出了一股不知天高地厚的愚蠢。哎，你这话，你到底是想骂我还是想夸我？我要是当年不被这个纪云辰带出山庄，学了山川剑，你今天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你说谁？说你呢？你何必和这种人一般见识？是也不会怎么样，大不了就是纪云辰跟一个客舍的倒霉蛋儿都死在九龙叟手里罢了，又关我们什么事？所以，你只要随便找一个借口，说跟纪云辰有仇，身为邪魔歪道，跟北道后代有仇也是理所当然，九龙叟根本不会怀疑。倘若纪云辰就此折了，那九龙叟也只会沾沾自喜，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你姓殷，更不会想到你这次逃出来，根本就没有打算回去。人家可是大名鼎鼎的北刀传人，在江湖上消失了这么多年，这不还是活蹦乱跳的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择手段也要活下来，对不对啊，纪大侠？背信弃义的人我见多了，但是如今见到殷少侠，才知道狼眼也不是很白啊。谢公子刚才有句话说得好啊，那老魔头当年偷了我家的东西，那他就是贼。不管是山川剑也好，其他东西也罢，他都姓殷。我现在拿回了我家的东西，是不是理所应当？既然是理所应当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些不相干的人？难道我要再招一群贼吗？行行，殷公子，好自为之吧。啊！你看什么看？滚！你怎么又出来了？我在里面待得太烦了，总不能一辈子都在这儿吧？你又想提刀就上，跟青龙主正面对峙？那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那就好。行了，那我先出去探查一下。哎，我陪你一起去。
我轻功好，跑得快，你呢？武功好，再去打一架。好了，先回去待着啊。松手！哎呦！楚楚，哎，谢公子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他去探查情况了，咱们也不能在这儿坐以待毙吧？他轻功那么好，一个人应该没问题。这家伙就是个废。哎，不过说来也奇怪啊，一个人的轻功若是高到一定境界，硬功或许不算擅长，但也不至于完全不会。确实，我没看他用过什么招式。一个人倘若没有跟人动武的经验，对对手怎样出手没有一定预判。如果只是光靠着四处流窜、逃跑躲闪，哪怕跑得像风一样快，也不可能像他这样游刃有余。可是我确实只是见过他跑啊。那是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不去问他，他也不会说。谢公子，他真的挺神秘的。是啊，还满嘴没一句实话。画什么呢？给你看看。这是段九娘的库容手。你看出来啦？我还怕我画的不像呢。你画这个做什么？哎，不对，你怎么记得这些招式？我小时候记性比较好，过目不忘。那个时候看到你跟段九娘在院中比武，我就想着先把它记下来。这几天也听了很多江湖旧事，特别是殷佩说的那些话，我觉得武学要是这样中断了，那真的挺可惜的。所以你就想把它记录下来？先凭我的能力吧，记一点是一点，说不定以后有什么武学奇才，能够从这些记录里面得到一些灵感，把武学传承再继续下去。做成典籍，确实可以流芳百世，为后人所学。楚楚，你这个想法真的不错。其实我也没想这么多，只可惜吧，就凭我一个人的能力，也只能到这儿了。我怕这段九娘的枯荣手会成为绝响。我对枯荣手的理解也只有皮毛而已。不过我体内已经有枯荣真气了，你又把它记录了下来，那就说明段九娘的枯荣手并没有彻底的变成绝响。哎呀，只是怕我练不好，丢人。哎呀，阿飞，你可不能这么想。段九娘自愿把枯荣手传给你，就是认可你，她看中了你，而且你现在也和这些高手过招了，你也很棒。人呢？主人，整座山都搜遍了，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。现在衡山脚下，他们一定躲进了密道。传令下去，转战衡山派就职。是。
少侠，你应该饿了吧？要不要吃个果子？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啊？我觉得你这一路也没怎么吃东西，体力会不支。你放心吧，这个没有毒的。我就不吃，反正都快要死了，吃不吃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懂不懂解旋？走吧。听到什么了吗？是风吧？没有人的轻功能那么快。主人，还是没有找到。这都找了1天了，还没有找到，要你们何用？阿肥，查探怎么样了？这个密道四通八达，有很多机关，而且有很多分岔口。我们人在地下本来就容易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再加上我们没有地图，很容易就被困在这里。这怎么办呀？我不想一直在这洞里待着。没办法了，现在也只能先在这里避一避了。希望他们能快点离开这儿。周姑娘，周姑娘，我听说修习破血刀者常常大器晚成，但是我看你的刀法出尘火候，你从小就开始练，练几年了？我娘在我临出门的时候，娘说不要轻易透露底细。我不是从小学的，大概2、3年吧。2、3年，嫌太长了。 1、2年吧，反正差不多。除非是走捷径练魔功，否则但凡是天下绝学，那都得有个数十年之功来填不可。你这进境已经堪称神速了。行了吧，我有自知之明，就我这水平，现在就是有辱家学。所以阿飞，你到底学了多久？8年多吧。 我体内还有窟窿真气，感觉正在渗透到每一世的破血道中。是啊，这一路上又几经生死，我们不怕死的周大侠被各路英雄又锤炼了一遍，也是难得的机遇啊！你偷听我说话，干嘛呢？后生可畏。 主人，入口在那边。我看你们这下往哪儿跑？当年衡山派出逃之时，密道口故意不封。 就是为了拖延追兵，若是没有熟悉密道之人引路，他们一时半刻应该找不到这儿来。我看敲锣就是为了让我们自乱阵脚，大家不必慌。是啊，我刚才探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结果。要不是
我熟悉这里的路，否则很难从外面走回来。那老家伙进来容易出去难，今天谁到底死在这儿还说不定呢。要不然他们偷偷摸摸进来偷袭我们便是，敲什么破锣呀？我带领珠宝，金银珠宝灵活绸缎，何曾例行过？贪财也好，好色也好，想要什么，何时不给过？要个弓箭鞘头做什么？山川剑都碎成八段了，不值钱的。你现在乖乖的还回来，我绝不追究，好不好？看来青龙主是抓不到你，誓不罢休了。20年前，他为了我父亲手里的这个宝物，不知道算计了多少人。如今，这东西落在了我的手里，是被他自己亲手养的狗偷走的。你告诉我，他能有什么好心情？莫非你这狗东西还跟殷家有什么关系不成？那就更不用躲了。当年殷家早被我手下这帮兄弟灭了门，你这年纪，估计是哪儿冒出来的野种呢？我最讨厌别人叫我野种。不妙，我好像听人说，青龙主手下有一批敲锣人，他们都是瞎子，能在黑灯瞎火中靠3更锣的回音判断前面有什么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些胡同还有机关，他们根本就不用自己去探，就能及时退回来。恐怕这么一刀，困不了他们多久了。季大侠，要是这样的话，他们多久能找到我们？这倒不好估量。倘若真如你所说，恐怕很快就会找来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先出去探一探，万一外面暂时安全的话，我们先撤出去比较好。你放心，48寨我都探得，衡山密道也不在话下。你先在这等着。怎么老往外跑啊？周姑娘，可否帮我一个忙？说。青龙主等杀。来者何人？躲躲闪闪的，算什么好汉？往前走。像你这样的女孩，若是换成别人来教，肯定会让你选择尖刺、长鞭这等省力机巧的兵刃，要不然，也会让你习得一手出神入化的暗器功夫。只要轻功过得去，也足以保命。真不知道你的长辈是怎么想的，竟然让你用刀，还偏偏传了破血刀给你。是，已经不止一个人说我筋骨不够粗壮。镰刀事倍功半了，所以呢？那有没有人问过你，以你这样的出身和模样，即便是骄纵无能，也足以顺遂地过完这一生，让你不必在刀尖上舔血，四处颠沛流离。绝世的才华与倾城的容貌，本就是这世间罕见的宝物。但是，
一旦对他生出倚仗，他也很容易变为你这一生无法摆脱的魔障。我当年就是太过恃才傲物，太把自己当回事，才会犯下那样的错。哪儿这么多废话？到底想说什么？好，那你记好，将来谁同你说这样的话，都是在害你，你连一个字也不要信。我接下来说的话，你可要听好了。前辈请讲。当年并称南北双刀，南刀极烈，北刀极险。又说断水禅丝乃杀人之道，而破血乃宗师之道。修习破血刀者，如同风雪夜独行，需心智极坚、毅力极大者，或能一窥门路。尤其是无癖、无常、无风三式，乍看之下，这招式平平无奇，但是很多人哪怕穷极一生也无法参透。若是过不了这一关，即便是刀法再精，内力再深，也只是无魂之道。周姑娘，我是担心你修炼多年，恐怕也会一事无成。你说这么一大串，就是想咒我一事无成？我出去探过了，青龙主啊，留了一些人在外面巡山，不过人不多，大批人马都下了密道，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出去比留下来安全。要走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周姑娘，你到底是想和他们一起逃，还是愿意留下来冒一次险，与我一同杀了青龙主？若是你愿意留下来，与我杀了青龙主，我可以将断水禅丝传给你。你只需要帮我拖住青龙主，剩下的我自有办法解决。不行！你让一个小姑娘替你升抗思想山的4位主人之一，除非给她吃一个太上老君的仙丹。季大侠，不是晚辈无礼，而是是非宠辱都是过眼云烟，能忍一时又能怎样？20年前你就非要钻牛角尖，现在你还钻，你阿肥，那个小白脸的死活，我当然可以不管。你只需要帮我照顾好楚楚。你们先走。你。既然你说你自有办法，我可以留下来帮你。不过我的话你也听好了，我留下来是为了对付那只大老鼠。至于别的，你不必教，我也不会学，更不会转投其他门派。南北双刀并行，我看在我外祖的份上，本不该对你不敬。但如今见识了你这样的前辈，少不得也要说一句。断水禅丝算什么东西了？是啊，断水禅丝，它不算什么东西。但不管如何，谢过姑娘了。我们先去把洞堵上吧。找到他们了吗？回禀主子，这条通道里没有任何阻碍，他们应该就在最深处。好，继续往里追。是。
主人，左面通道没有发现情况。主人，右面通道没有发现。主人，我们也没有发现。难不成他们会在山洞里面消失了吗？去把顺风锁给我叫过来。得令。为什么不出招？因为除非与你对阵的人功力远逊于你，否则你刚才那一招要是变不过来，不是兵刃脱手，就是伤了自己。连你都看出来了？季前辈，方才是我口出狂言了，请多原谅。哎，季大侠，您说的一时半会儿到底是要多久啊？是一顿饭、一盏茶，还是一个时辰？要是一个时辰的话，那我现在就去给大伙买几个棺材，还能便宜一点。说什么呢？一边待着去。谢公子，这个还真的不好估量。也许一盏茶，也许就是一个时辰了。谢公子，你是不是还想劝劝阿飞啊？这个丫头片子，耐心就2张纸那么厚，我要是再说下去，就是喋喋不休的讨人烦了，要被她在心里踹飞2里地了。阿飞虽然脾气不大好，但是他是我最值得信赖的，你别这么说他。软化别人是不行，这要是来硬的，可就不是2里地那么简单了。阿飞，阿飞，阿飞，啊，我还要带吴小姐走呢，万万不能待在这里。她现在不听我说，你来跟她说。阿飞，我跟着你，你留下来我就留下来。吴小姐，穆小乔什么样，你可是亲眼见过的。嗯，我见过啊，而且这个青龙主应该也不会太差。怎么了？此人为四象山主人之一，就说明他除了武功以外，还有很多你想都想不到的手段。他一旦顺着这个密道过来，根本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对付得了的。落到青龙主手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，我不吓唬你，你自己想。楚楚，你跟谢大哥先走，这里交给我跟纪大侠就行了。我以为一个人最难的，未必是要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应该先知道轻重缓急。什么时候应当一往无前，什么时候应当视死如归，什么时候该谨小慎微，什么时候又要暂避锋芒，都要心里有个数。该勇时优柔，该退时发疯，也不知道是哪家君子不合时宜的道理。姓谢的，你是在指桑骂槐吗？我只希望我指的人能够明白我的一片苦心。你以为我就不想回家再好好练练刀吗？只是像青龙主那样的霸主，必须早死。谢公子眼光独到，看得出来精通不少兵刃，可有专攻过刀法？惭愧，在下专攻的只有一门，就是如何逃之夭夭。单刃在前是刀，双刃是剑，刀乃百兵之胆，因为有刃的一侧永远在前。不错，只要不是自己抹脖子。若是没了这点精气神，什么断水禅丝，还是破血，都成了凡铁蠢物。我就是前车之鉴。破血刀有劈山撼海、横切天河之势，如今当斩之人近在咫尺，他杀心已起。你若此时劝他退避，想必
他这一辈子都会记得此时的无能与怯懦。纵使他能够活到7老8十，那他在刀法上的成就，恐怕就止步于此了。不用说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我要是真怕死的话，早就离你远远的了。我说错话了？我当你是平生知己，你却当我怕死。齐大侠的搜魂针凶险，我替你把关护法。谢谢。现在就指望你了，不要让我失望。铜锣阵，周姑娘，时间不多了，再来。好，再来。阿斐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其实，如果几前辈武功没有废的话，阿斐倒不至于没有还手之力。为什么？他的武功杂而不精，与人交手时又颇有极致，常常能出其不意。尤其是跟那老道士学了伏幽阵之后，他这千变万化的风格，更是如虎添翼。即便真的遇上青龙主，也能周旋几拳。可关键就是，他与几前辈并不是真刀真枪的动手。不是真刀真枪，又有什么关系啊？文斗，在外人看来，可谓是又平和又无聊。因为你根本看不懂两个人在比划什么，但是对刀法和剑术的要求却是极高。因为在武斗时，灵敏、力量、内外功夫，甚至心态，都有可能会影响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阿斐坐在这儿文斗，会限制了他的发挥？是啊，眼下几大侠就坐在下面，阿斐不能围着他上蹿下跳。首先伏幽阵法就使不出来了，而且他也不会用一些乱七八糟的小招数去对阵断水禅丝，他只能用破血刀一招一式的与他你来我往。这确实也是为难阿斐了。几大侠是北刀的集大成者，虽然武功已经废了，但一点一动俱是步步清闲，能轻易将人卷入他那看不见的刀锋中。也不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阿斐可不可以成功？他又什么时候让我们失望过？
知道别人习武练功是为了什么。有的人呢，可能是奔着开宗立派去的；有的人，可能终生都矢志不渝地追寻着天下第一。但阿斐这里，阿斐对武功有极强的兴趣，但对天下第一的称号根本不在乎。是啊，他争强也好胜，但这争强好胜的心并非十分执着。这说起来，倒有点像五柳先生，没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。谢公子真的很懂阿斐。不好，听这个声音，他们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再等等看，不一定能找到这里。他们两个这时还需要多久啊？以他的悟性，倒也不难。只是这周围一直都是吵吵嚷嚷的破锣声，很容易扰乱他的心神。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扛得住。他们好像走了，看来我们那个假胡同骗过了他们。也许吧，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好骗。希望还能再撑一会儿。没事，我先拖住他们。哼，你们太小瞧他们了。青龙教的人耳朵比一般人好使得多，你们这么小声说话，跟在他们面前说话没有什么区别。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。你小子还活着呢，等会儿把你交给主子，看他怎么收拾你。我们先收拾了这2个人。哎，等等，你们可想好了啊？真要动手？什么想好想不好的？你们可真想好了啊？不要逼我动杀招啊！杀招？哼，我倒是听听你怎么杀。我本来呢是心怀慈悲的，把这个洞口堵上，不想让你们来寻死。结果你们倒是真挺会寻死啊！等我把你舌头扯下来，看看你还敢不敢这么说。切，你们不就会点阵法吗？其实这种阵法啊，非常的不堪一击。这种阵法内含5行生克变化之力，一人击锣，引致敌方进攻，自示弱点，其余4人绵延而上。这5人互为手谕，又与其他组互相交换，因此变化无穷无尽。哼，知道此阵法的人多的是，这算什么？但知道破绽的人可就不多了吧？破绽？你不可能知道。
就是站在前卫的金。如果金不稳了，其余4人也就不灵了。臭小子，是你告诉他们的，是你破坏的东西。我凭什么告诉他们呀？我跟他们又不是一起的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还被他们点着穴动不了呢。殷公子，我们是不是一起的不重要，可如今我们只能是一伙的了。你自己想想，如果我们死了，你跟秦龙主待了那么久，你明白他的为人，你觉得他会放过你吗？你还不是死路一条？就算你知道了克铜锣阵的法子，可你的武功够吗？好啊，那就来试试。退下。是。小心，他有贴身护甲。怪不得我砍不动，我还以为他刀枪不入呢。要不是他那破护甲，我早就把这老家伙的胳膊给拧下来。干什么？帮你。帮我什么？挡刀啊！小白脸，看戏看够了。当年蓬莱有一巧匠，据说双手可以点石成金，打造出许多神兵利器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件暮云纱。据说此物通体皎洁，不沾烟火，在暗处时，仿佛一片涌动的月光。入手极轻，穿上它便可刀枪不入。据我所知，这件暮云纱乃山川剑殷文兰为其夫人所定做的，阁下穿在身上，不觉得有点紧啊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只是有点好奇，既然殷家的东西都在你手里，你为什么不是第2个山川剑呢？你还知道什么？我无所不知。海天一色。你那3寸不烂之舌是用来拖延时间的，不是用来作死的。哼！哎，秦龙主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着急。海天一色这4个字，哪个是你的仇人？改天告诉我一声，在下保证不提了。臭小子！知道他舍不得杀我。你干嘛？吴小姐，你先退到一边，小心伤着。好。你不是已经废了吗？哼，你认为北刀已废，所以你才如此高枕无忧是吗？郑罗生，这些年来你在武学上毫无长进，看来也不是没有缘故。哼，不愧是关外北刀，人都废了还能重新站起来。好，正好，我正愁无缘得见双刀一剑到底有多厉害。今天我倒是要见识一下，我这些年没有长进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北刀能有多大的长进。有一事我先问明白：殷家老小死在你的手上，这没冤枉你吗？与你何干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殷文兰，乃一代宗师，殷家庄上上下下上百口人命，却毁于一夜之间。这个与我相干。既然问清楚了，
事情就好办了。纪云辰，别说你废了，就算你没有废，你也未必胜得了我。谁胜谁负，谁高谁低，这都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今天我要取你性命。我倒要看看，你一个废了的北刀，能翻出多大的浪。殷少侠，如今你最想看到的，想必是青龙主死了。谢公子果然聪明。如今这个局面，胜负难定，不如我们联手。他那个真是……回头再聊。就不告诉你，能不能换一句啊？先给他解决。放心好了，我既然答应结盟，言出必行。季前辈，搜孤魂上身，乘夜怪而去。搜魂针，又名大还针，是关外的一种秘法，能叫人一日千里，死灰复燃。无论是多重的病，多要命的伤，都能盖过。但是，起死回生，3可而止。周姑娘，在我临死之前，能与你过过招，将这断水沉寺传下，我已经知足了。我已经不在意什么南道、北道。我记得殷大侠曾经对我说过。往后这几十年，有的是你们刀山火海要闯。我只是不希望你们这些后生无端折在我的手上而已。季前辈，阿北，对不起，我能换的只有这么多了。走吧。真的没有办法救了吗？上也，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哼，这些文人就喜欢舞文弄墨，酸诗酸词，倒不如我挑遍武林高手，开宗立派来得爽快。天下第一也好，半生沽名也罢，一切都随风。
殷少侠，你杀了青龙主，又搭上了齐大侠，你的大仇得报了。那么10余年的养育之恩，又怎么算呢？人都死了，正合他意吧。你也在这海天一色吗？我殷沛要做的事，你们管得着吗？这东西是我殷家的，可是被这青龙主碰过，我就不会再要了。给你了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也可以扔了它。少侠，楚楚姑娘，你就先留着吧。这一路上凶险万分，你又不会武功，关键时刻还能保命。留着吧。像几前辈这样的绝世高手，却只能隐姓埋名，英雄难寻。前辈初出茅庐，便一刀经世，今有幸得见断水禅师死而复生，我周飞铭记于心。前辈说，刀是做事用的，不是做人用的。在此，我也向您许诺，断水禅师不断，我周飞必不负手中之刀。一锦时潇洒出风尘，惜如今一匹黄土尽掩之。纪大侠用尽一生去弥补这个错误，无论如何，至此也是一笔勾销了。前辈的担当，晚辈着实佩服。希望来世，前辈还可以尽显风采，一展抱负。纪大侠，我们都知道你最放不下的就是殷沛，希望他能够早日理解您的良苦用心，回到正道上，不负殷家的侠义之名。李生啊，有些事情我倒是很好奇，你怎么不随你祖父和父亲学习破血刀，反而要使双剑？我们48寨各路门派混杂在一起。小时候喜欢到处跑，看到什么就喜欢什么，喜欢什么就想学什么。那时候我觉得双剑应该会比单刀或是单剑更厉害，于是我就学习了潇湘派的双剑剑法。后来又想学男刀了，但是又不知道跟姑姑怎么开口，以至于现在的剑法没有那么厉害。你能够自省，也是难得。其实啊，什么祖传呐，什么门派呀，未必是最重要的。你是李征的孙子，不见得必须学会男刀；你是渔夫的儿子，也不一定非得学会打鱼。这其中什么道理，你应该多问问自己。我发现你的剑法有点束手束脚，不够简单，就是因为你杂念太多，尤其是学习双剑，更需要有超越常人的专注才行。这些时日，贫道教你的那些剑法，希望你慢慢体会啊。您最近教了我一些阵法，什么时候教我剑法了？天下万物本是义理，一般说来，阵法就是剑法，剑法也是阵法，就看你怎么理解了。贫道即将离开了，你也要保重。道长，要不我再多陪你几日吧？不用。那道长，接下来你打算去哪儿啊？云游四方呗。既然奇门没有了，那就四海为家。
已经走了好几个时辰了，楚楚跟着我们奔波这么远，也不容易。其实，更不容易的是你，力战青龙主后，还有力气走这么远的路，体力不错啊。是夸我呢，还是贬我呢？自然是夸你啊。唉，看来在下这夸人的功夫还得再练练，就看周女侠给不给这个机会了。哎，我给你一掌。这么用力啊！阿飞。啊，那边有个破屋，我们过去休息一下吧。嗯，得嘞，那我先去收拾一下这荒郊客栈。阿飞，对不起啊。什么对不起啊？你和谢大哥都是习武之人，我走得太慢，耽误你们行程。没有的事儿，别多想。哪里不舒服？没事儿，已经压制住了。是昆仑真气又来作怪了，我去告诉谢大哥。别，已经被压下去了，别让他担心了。哟，二位客官，远请。哟，活儿干得不错嘛！哎呀，来坐，大侠坐。往后再挪一挪。哎，得嘞。阿飞啊，以后再遇上青龙主这样的对手，你可不能再这么莽撞了。那像你一样怕死吗？哎，原来我在阿飞心中是这般模样。桥畔旧时霜累累，离人远行胡不归。这又是你的新作？嗯，新词。怕死令。我说错话了，你不怕死？哼，阿飞，你明知道打不过青龙主，为什么还答应几前辈那么做？我就是觉得，凭什么他们能饿得这么理直气壮、得意洋洋的呢？凭什么这帮恶棍能够堂而皇之的将20年沉冤贴在脑门上招摇过市，反而那些白骨已枯的好人却成了他们标榜的旌旗？这岂不是无数个敢怒不敢言给惯出来的？唉，在下的这出新戏，却是一个逃兵的故事。逃兵有什么好讲的？嗯，英雄有什么好讲的呢？茶余饭后，不如聊聊贪生怕死的故事。行，有机会，我周斐一定敲锣打鼓的让全天下人都知道，你谢允不怕死。哟，那谢您了。那你继续讲讲你那个逃兵的故事吧，我倒真想听听。他没逃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必能衣锦还乡，风风光光地娶到自己心爱的女孩。可后来发现，朝廷不用他顶天，也不用他立地，根本没把他当人。他只是个诱敌深入的活诱饵，死在哪儿，任务便完成了。
于是他逃了。毕生功力，暂且将你所中之毒封锁在我的经脉中。此后你虽不能再使用武功，但请代替我好好活着。然后呢？想什么呢？那逃兵怎么样了？没什么。可惜那个逃兵一路险阻重重，回到家乡也没有见到他心爱的女孩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女孩是个水草精，已经乘着鲤鱼游走了。我歇够了，我去那边找点吃的。脉象不稳，定时两股真气又开始作乱了。那如何是好？衡阳有一个人能救阿斐，只是什么？你快说。这个人行踪不定，不确定他是否在城中。那我们也要去试一试。来者何人？阿飞，你要是能听得见，就帮个忙，只有逃了才能救你小命。君上，末将拜见君上。飞青将军，您倒是追我追得紧啊！君上，我已让兵士回营了，我在这里多等你几天，希望你能平安。朱姑娘她怎么了？说来话长，总之情况不太妙。君上，还是跟我回营吧。周姑娘这病不是军医能治得了的，衡阳城里有武林人士可以援手。温将军，就此别过了。可是，还可是什么？周姑娘有个3长2短的，你担罪得起吗？温将军，你要是真想帮忙，不如替周姑娘将吴小姐送到甘棠先生那里。吴小姐，你看，我愿意跟将军走。那阿飞，就拜托你了。君上请放心，君上一定要小心呐。爹，好疼啊！阿飞，还疼不疼？疼。哪里不舒服？爹，你的背今天怎么这么硌得慌？坚持一下，阿飞。爹，你的背今天
阿飞，说什么呢？我说爹，你怎么瘦了？别靠着没有以前舒服。那就只能先委屈你喽，阿云。是你啊，我认错人了。给他叫什么？我说，如果我有一个闺女的话，小名就叫阿云。刚才不是有人把我认成他爹了吗？哎，你这个小丫头，怎么受伤了还不老实啊？这是要去哪儿？靠近了别动，马上就到衡阳了，还能撑得住吗？再快一点。大当家，这已经是第5封信了。倘若甘腾空还是没有回复的话，恐怕就……马总管，有件事我想麻烦你一下。大当家尽管吩咐。寨中事务繁杂，我不便抽身。王老夫人下山已有月余，一点消息也没有，也不知道接到吴将军的子女没有。寨中其他几位长老都久未下山，山下时局又复杂，我想来想去，只有麻烦你下山跑一趟了。这都是我分内之事。还有我们的暗桩，大当家有什么吩咐？罢了，暗桩的事以后再说，先把孩子们带回来要紧。哎，姑姑，我哥和阿飞他们都下山了，就留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我不干。你这又是哪出啊？有话直说。马叔，你说我可怜不可怜啊？他们一个两个都不要我了。谁敢不要你啊？咱们整个48寨的人，疼你还来不及呢，哪敢不要你啊？马吉利，这孩子，惯坏了撒泼耍赖、蹬鼻子上脸了。姑姑，就让我跟马叔出去找哥哥姐姐们吧，我想他们了，我快想死他们了。大当家，要不然这次我就带着妍儿。好啊。罢了。这是第几封信了？回大庄主，已经是第5封了。这些信一封比一封挨着紧，看来李锦荣还是耐不住了。我们的鱼要入网了，让顾天贤也准备。是。顺道，我要去趟衡阳，去会一个故人。这条路再走几日，应该就能到48寨了。也不知道姑姑和其他长老见了我会怎么说。庄主，我们已经在这儿疾行数日了，不如在此地休息片刻吧。不成，咱们的时间不多了，衡阳城那边还在等咱们的消息呢。这种紧要关头，要是没有我，他们可不成了。那分明是地煞的装扮，他们跑到这一带做什么？庄主，如果时间紧，属下倒是有个减少时间的办法。快说。在这山林之中有一条通往衡阳城的小路，如果我们走小路的话，会比走大路少走很多路程。那也好，那咱们就先在这儿休息片刻，等休息够了，咱们就抄小路上山。是。衡阳城，地煞究竟在打什么算盘？吴小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要你走这么崎岖的路，不过这里很安全，比大路隐蔽。将军没事的，其实我们可以走快一点，不要耽误了行程。也不知道阿斐他现在怎么样了。啊，小姐请放心，有君上在，这姑娘一定很安全。那就好。小姐当心，
怎么了，将军？这里是猎户部的陷阱，看样子这个林子里多的是。这样，吴小姐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探探路，马上就回来。将军小心啊！嗯。是吴将军的女儿吧？你是谁啊？我跟阿斐看过你的画像，来不及解释了。地下的人在后面，你得赶紧躲起来！快快快！哎，这里都是陷阱。陷阱？走那边。公子，你为什么救我？听着，我可以平安脱身，但是地煞肯定认得出你来。如果你被发现了，咱们就都完蛋了。我来想办法。剑你帮我拿好。你小心点啊！林庄主，前方林子里好像有动静，去看看。是。林庄主，是附近猎户设的陷阱，有人掉进去了。什么人呢？看清了吗？约莫20来岁的年轻人，该是过路的。拉上来看看。是。哎呀，这里的猎户真够狠的。上来。哎呀，你是谁呀？哎呀，大人，我是这附近的猎户。哎呀，哎呀，哦！猎户？哎呦！猎户能掉进自己设的陷阱里吗？操！说实话。哎呀，各位外乡来的吧？你们有所不知啊，我们这林子里啊，这个有猎户上百位，这布下的捕猎的陷阱啊，是收有上百个。我们这一出门1里外，这也是摸虾呀，上百个陷阱。你们2个前面看看。是是。巨豹，原来是地煞之一的古天险。